所以我觉得，你们两个怎么靠这么近啊？你们想要干什么？是要亲了吗？我们不介意啊。光宇哥放这个音乐，真的会讲着越来越想哭啊！对，真的吗？非常的真的有，因为刚好这一周的就这2周的剧情加上这一周，其实是我们这一对很揪心的，对立成跟牧人最揪心的一段。我觉得其实腾，我觉得他饰演的藤木人，甚至已经把自己投入到比剧本更深处的地方，因为像是有好几场，其实剧本只是浅的写过，但他在现场表演的时候会表演到就是大哭也好，崩溃也好，那个是原本我们看剧本的时候不会感觉到的情感，但是没有想到他已经可能就是进入到这个个戏那么深刻的地方了。我那句打其实是他剧本上没有的，但是我在现场我看他身体的反应，我真的就是忍不住喊出来的。因为我觉得那个打，真的，那个打对立成来说是一个很撕心裂肺的吼，因为其实你也不确定他到底喜不喜欢你，你只能用这个句话刺激他，看他怎么做选择。对啊，但是你居然还接着问他说：“你不要欺骗你自己了，你对我的各种反应，叭，说真的，你是在骗你自己。”那个就是台词上面有的，但是我觉得当下那个感觉就已经冲到一个，你说要么你不喜欢我，你打我，但是你就是直接面对我。的那种感觉，但是他不敢面对爸爸，对，然后反而是我代替他去面对，把这一切都讲出去，然后把这些错都揽到我身上，对，然后就是让他可以比较坦然的去面对家里，然后也其实有一半也是强迫他去面对。因为也是一样，因为他不敢说，所以我只好用这种方式，但是我把错都揽到我身上。但是你们第一次试镜就打巴掌吗？没有，我们是就是我跟他撒娇。那来这个第一次试戏的，我跟你试戏吗？我刚刚没有试戏，我刚刚没有试过，但是我试的场次是撒娇的，就是呼呼那一段。我是睡醒。那个我也有。那你也有吗？对。睡醒了，那哪一个比较好看？我是觉得呼呼呼好像，因为呼不是呼巴掌，关宇哥我觉得可以，呼巴掌，呼一半，突然呼巴掌。甚至我们后面其实还真的是有一天加了一场戏，那场戏的内容全部都是即兴，就是我跟腾在讲说我们对于在一起之后的心情。我那天超好笑，怎么样？就是我从我家楼梯下来，对，然后有一个新搬来的邻居，一个阿姨，然后她就是带她2个，一个儿子一个儿女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大概我猜幼稚园小学这样子。OK， 然后他们要走楼梯，我就跟他们打招呼，我说嗨。你家吗？对，在我家楼梯间。结果我就过他妈妈的时候，他妈妈就说：“那个。”我真有看你的戏耶！那转头，他本来知道你住这里吗？还是不知道？他本来就知道我住这里，但是就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邻居真的在看你昂档的戏的时候，我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呢，很特别。他就说他说你演的那个角色很有趣耶，我就我说这么油，这么喜剧的角色，你可以接受吗？他说可以。对，算是给我很大的安慰。我爸妈就竟然。我有一天回家的时候，然后我爸妈就问我说：“那5、6集嘞？”然后我说：“5、6集什么意思？”他说是什么？他主动要看我的剧，然后我就说：“不要啦，很害羞哎。”然后我妈就说：“害羞什么？”反而他们不会害羞，对，反而他们是很开放的。我不在乎我自己接不接受这个主题或者什么，反而我比较在意我爸妈的感觉能不能同意。对，然后结果我慢慢的去跟他说之后，没想到他们的想法其实很开明，就是他们就好啊，你就去啊。就他们其实很直接。然后我后来就是随着播出之后，我其实就是我也没有阻挡他们看，但是我也没有主动叫他们去看。对，但是都会看。对，我没想到我爸妈他不会在我面前看，他会私底下自己去看。然后有一次他在亲戚聚会里面，他就点开那个片段，然后就有亲戚的小孩跑过来说：“看叔叔睡觉就好。”天哪！赶快叔叔拿个就是床烧起来，看叔叔睡觉。对，然后我妈就睡觉。我
妈就赶快按掉，她就觉得在小孩子面前还不行，给大家看好了。对，然后我妈跟我讲说，我笑到不行。其实我没有特别跟我妈讲但是我很印象很深刻，就是那时候我们首播当天，我一回家我听到我的声音，然后我去我妈房间，然后她在看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，她居然会看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算是想要看她的反应的一个惊喜了。然后没想到她看完之后，她就走进我房间，她说你这次演得很不一样但是呢。他觉得立成这个角色还可以再夸张，我觉得这是最夸张的地方。我妈妈对你的尺度还可以放得更大，他觉得还可以再夸张，这我是很惊讶的。因为我妈是非常爱看剧的人，所以她会觉得可能还有进步空间吧。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角色你演完都一定有进步空间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感谢我妈，就是愿意站在一个真的是有点像是影评又是家人的立场，然后愿意给我这个建议，因为确实很多地方可以再更好。在你眼中，它不是 BL 剧，它就是一个机会，一个戏，对，演好它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善存没事，你比我们都等得短了。真的吗？因为其实我觉得等待其实是演员这一条路上必经的一个过程。其实你们都演多久？各自说多久？我第一部戏到现在大概第5年吧，今年是第5年。那立安是几年？我应该算，如果是当演员的话，可能是1年。那你等好短哦。因为应该说是这一部戏是他主要就是以主演的出道戏，可是他培训的时间可能有1年。对，就是说你一直在培训，一直都在等待，我到底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演员？对。但是我觉得，就像某些时刻，我相信俊鹏应该也懂，就是你觉得你已经出道了，可是你在过程中还是会有时候，不管是你没有中角色也好，或者是你已经谈了，可是一直 delay。那 delay 就会造成你可能中间一大段时间其实是没有戏的，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又经历到除了 delay 以外，他最后不拍了，所以我有大概9个月到11个月的时间，那时候最后等了11个月他没有拍，对，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都已经准备好，一直在上课，然后对，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对我心里的冲击跟压力是蛮大的，但我觉得其实近距离爱上你对我的意义是非常大的。大的点不在于说这个角色给我怎么样，而是说当我接受要演立成这个角色的那个当下，其实就已经是改变了。因为我以前可能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你会一直去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，然后你会在那个很像黑洞一样，你就一直在转无限的路，然后你就陷在那个里面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然后一撞墙，我不够好，这市场不需要我，对，没有我。然后你反而你有多的时间，你也不敢去花在其他兴趣上，你会觉得那个是你在挥霍你应该去做表演练习的时间。但我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其实去年就是在接到立成这个角色前，我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很多难过的事情发生。然后刚好我身边附近有一个朋友，就跟我年纪差不多，可是因为一些意外去世了。那我就开始想，就是如果我有一个很远大的目标，我要去追求，但是我在追求的路上我就离开了。那我这一段坚持的时间的意义，它的重点在哪里？就是会不会其实我早就应该多方去拓展所有我喜欢的东西，然后至少如果我中间离开了，我这段过程我是快乐的。那这会比我一直把自己缩在一个圈圈里面来的更有价值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去多方的尝试画画呀、音乐呀、摄影。对，我就在家里就是用了一些亚克力画，然后买画板就自己画。以前你就喜欢画画？以前是你喜欢，你知道你喜欢，但你没有花时间去画，你根本连执行都不敢，因为你会觉得你既然做不好，或者是你根本没有认真画过。你不知道结果，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时间拿去做？可能就是去看书啊，去看电影啊，就对表演直接有帮助的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这即便看似跟表演没帮助的事情，都有某种层面上对，在我心里也好，在我看事情的角度也好，其实都帮助我在接到立成这个角色去做拓展。所以我觉得是做这个心态的改变之后，我才有勇气去接立成。你去尝试音乐嘛？音乐、画画。你喜欢创作吗？我有自己写词，在家里自己玩一下。自己那曲呢？我就自己就是吉他按几个和弦，然后想一个就是弹几个前奏，觉得好听，把它记下来，
然后对，就弹成一首歌。对，然后我就勇敢的去决定去抓住历程这个机会。对，因为不然我觉得以前的我自己会觉得我没有接触过喜剧角色，我第一次就用喜剧来担纲主演的话，我会不会把自己的缺点显露出来？然后你会不会表现得不够好？大家反而看到的时候是觉得你没有准备好。但是因为刚刚我说的那些心态的改变，我决定，那我既然不排斥，我也喜欢，我就去挑战试试看吧。然后没想到这个结果是这么的棒，我就是结交了就是这3个这么好的朋友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在等待的时间，就是一直不断的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。但是我觉得，也是因为这段时间，你有时间好好静下来自己思考，然后你可以去想说你到底，因为我其实，在拍这个之前大概也就一年多，就是我也是在等待，对，但是在这过程中，反而是更多不一样的生活，对，给我的刺激，还有遇到的事情给我的刺激，让我好像在表演这方面，或是对于人生的这条道路上，反而有一些不一样的启发，所以我更能，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更能坦然的面对自己，就是说知道说自己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没有，并不会觉得说自己很不够好或是什么，就是我全部的我就是这个样子，那我可以做到就是这样子，那我要不要继续做，或是我要不要继续努力？这反而让我在面对一些角色啊，或是之后接到的戏，我都会觉得我更能坦然的面对，也能完完全全的心里面会有个自信说，哦，我可以，我做得到。我自己的话也是因为前一个作品也空了1年，对，然后。在这空的1年，就像他们说的，你会陷入那个黑洞，然后一直轮回，就你会不断的很多的负能量跟比较不好的想法，然后加上你那时候又会觉得自己很急，然后或许你觉得你自己程度在这，但是其实你的实力根本还没达到，但是你就想要一步登天，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，因为你开始理解了表演的很多层次，但是其实你的程度根本还没到，对，反正你那时候就会，就是那时候眼高，但是实力还没到那么好，所以你那时候就会很急，然后很急，你就会陷入那个轮回，一直想法不断的在你脑海碰撞，然后自己一个人会有很多不好的情绪，没有办法说服别人。应该是说信念感，信念感，对，我觉得作为演员要有一个信念感，就是很相信自己在那个当下。相信自己的角色。我们今天怎么会讲这么深刻啊？很感动哎，我觉得我们到宣传到现在，其实没有真的这么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聊个。对，我觉得光一哥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这边做一整个晚上，我们就买东西回来吃，可以继续聊下去。那我们就再排下一次。好，谢谢光宇哥。我们是知道，其实试戏的时候。嘉威跟立安他们有试过兄弟档，对，那时候大概就是这个姿势。对，他在我后面，对，还有我弟。哦，试过的。我觉得我应该是说我应该会蛮想跟善存。就是你想要演立安的角色，还是演？就是跟善存有多一些碰撞。就是一些火花，对，碰撞是火花，吓到，生气哦，强的生气哦，黑啦，想要什么碰撞？对啊，我会生气哦。这4个其他3个角色，你想演谁的角色？你想演我吗？立安吗？还是你要演？可能也会想演永杰的角色。你要背呼呼的那个，就是演出那个黑暗的那一面。对，就是。顾人怨的那一面，程度很高，一不小心会真的被讨厌了。我觉得你很好。如果叫你其他3个角色，你会想？其实我会想要挑战善存的角色，历程对，来一段啊！为什么？来一段啊！你觉得自己有灵感吗？因为那时候试戏的时候，我就唯独没有试这个。对，我其他3个都试了一遍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他的就像他说的，我觉得喜剧那个节奏是要很快、很准、很精准。如果你不精准的话，其实你打动不了人。对，但是如果要以 CP 的话，我还是会想要跟俊鹏打。
哦，对他们两个爱过了，好知情浓。对我觉得我没办法换，没办法，哎呦，我也没办法跟你好啊哇，我也不想跟你吵架。好了，你们两个演一段看看了，看看会不会打起来。不行了。其实我很喜欢，就是藤木人这个角色，但是因为利安他演了藤木人，我发现我不可能比他美，所以我也不太可能他有一去。个好像他专属于，对，真的是我看过，就是利安跟他演了，在过程中你就没办法想象是其他人的脸，然后是藤木人了。对，就这出戏的成功的地方。对对，但我觉得如果我不能选自己历程的话，我觉得我会选永杰这个角色。哦。但我觉得某一种他也想程度上，选你的，那你也想选他的，对，不然你们互换一下好了。因为我想跟哥哥演戏，来，直接抢，鬼传，你们两个去外面打一架，打完再进来。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很多场戏是我们两个不在的，但是我看了播出之后，其实永杰把很多场很揪心的戏，就是演到我会掉眼泪，即便那一集只有一场。然后他站在天台上，他就是脚就是要掉下去了。然后他跟他牵着他哥哥讲话那一段，我会想象，如果是自己讲那段台词的话，会走到哪个地步？那一幕戏你很对，很揪心，就是等于是说，我是被他的表演吸引到，我想要尝试永杰这个角色。